Hello，大家好，我是你的夏河夏叔。众所周知啊，中国中央网信办最近又开始搞他那个所谓的清朗行动。这一次的清朗行动里面，封杀了一大批非常冤枉的网红，比如我们上期聊过的护城风，也包括我们本期聊的好师兄戴梦。那么这个好师兄戴梦和前几位比，知名度略小。我是怎么知道他的存在呢？是因为王局。王局呢，最近做了一系列的节目来报道中国被封禁的网红。其中有一期就重点提到了这个好师兄戴梦以及他的立功梭哈理论。说到立功梭哈理论，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一个关键词：立功。到底啥是立功？啥样的人他算是一个社会中的立功呢？我觉得千言万语不足以去描述这个阶级的存在，让我们看一些真实的影像，就是对于这些立功兄弟们的真实采访。今年多大了22了，干啥活的？高管。你一天能挣多少钱？1000多块钱。像你这个年纪能吃苦的不多。也有，软体的苦，也得吃过的苦。人家像你这种年龄都逛逛街、打个游戏啊。我不打游戏，我挣钱。现在还有个弟弟，我早出来挣点钱，就是给家里分担一下。现在干活感觉风风不容易。那你这穿那么脏的衣服，不怕别人笑话你吗？我穿的衣服脏，但是我凭苦力挣钱，不丢人。结婚了吗？目前没有。有女朋友吗？还在找。那你找女朋友有什么要求？要持家，要孝敬父母。你要是我真先挣那个100万，我会先买一个车，但不会买我最想要的那个车，剩下来还是要存起来，因为100万说多很多，说不多也不多，最想要的还是 A6。你今年多大了05了哥，05年不应该搁学校上学吗？上学上不好。那你感觉上学好还是干活好？发现还是上学得路不一样，你反正选都选了，你不走也没办法。你干多少年工地了？干了有2年，在那之前学过2年厨师，但是那个东西涨工资忒慢。干这2年工地存了钱了吗？有的不多。存了多少钱了？这个就不透露了。小伙子，你这干啥活的？顶着安装。我看你不大17。你感觉干这个活累不累？我以前学武的，比这还累。像你这那么年轻，你怎么想起来干工地？你干点别的不好啊？找这上活干啥活？学点手艺啊？学了。哦，这就是手艺是吧？啊，你这那么小要干活，你不怕人家笑话你干工地？不怕。你见不着几个人。其实干工地也不轻，累。有没这个？我们这累。你干这个多少钱一天？100。你感觉这100块钱满足吗？100块钱还少啊。你干几年了？干半年多。挣钱了吗？挣着了，要存5000了。哦，都存5000了。啊。哟，那你这平时你说没有什么开销？没有，保吃保住。那你挣的钱准备咋花？当然买吃。那像你这一天100块钱，你什么时候能把这个钱攒够？才涨工资的，不是不涨工资。有梦想是好的，小伙子。只要不怕吃苦是吧？吃苦没怕过。说真的，一个成年人干工地都受不了，你那么年轻都挣钱不累啊？像你这一个人能吃几个馒头？能吃啥？你不炒点好吃的？不用，能吃饱就行。刚刚视频中所受访的这些立功们，他们年纪都非常的小，本质上说，他们很多人都是我的儿子辈儿。我40多岁，他们20出头，甚至有一些还不到20岁。为什么40几岁的我脸是这个样子的？好不好看各花入各眼，但至少一点，身材和皮肤的程度一如往昔。而年纪轻轻的他们却有着一种与年龄不符的沧桑挂在容颜之上。也许有的人会说了，是因为他们穷啊。这个答案没有毛病，但我认为不够全面。更全面的答案，我认为是他们是中国父权社会的受害者。很多人往往提到父权社会这4个字之后，首先把受害者想为社会下的女性。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发展，我认为在当今中国这个社会环境下，社会最底层、最被迫害、最被剥削的就是这帮社会立功的直男们。关于立功群体在现实生活中的物质处境，王局已经做了非常多专业的调研报道，我就不在这里赘述了，因为那是他的长项。那么今天本期节目，我就想补充一些王局没有能力谈清楚的一些问题：两性关系、性资源关系、性交易关系、性关系。在阐述这个宏大而深刻且敏感的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把什么叫做父权思想研究清楚。
父权思想在中国的社会有3重潜在的逻辑。第一重，男人必须成家立业，这就是身份焦虑的起点。大部分的中国男孩从小都被灌输了一个非常歹毒的观念：成家立业、生儿育女才是一个真男人。唯有成家立业、生儿育女之后，把家里人照顾得好好的，让他们吃饱穿暖，读上好的书，去了好的学校，这才叫一个负责任的好男人。那么去努力当一个传统社会价值中的好男人，是否就能够换来好报呢？那是一定以及肯定不会的。这只是统治阶级给所有劳苦大众打造出来一种性安全的幻觉。那么这种幻觉有一个基底的概念词，叫做幸福。因为当统治阶级把幸福2字拿出来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拒绝了。谁能拒绝幸福呢？我们每个人活着都是要追求幸福的，可究竟什么是幸福呢？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所以社会就告诉每一个男性，唯有成家立业方能安身立命。而成家立业之后，是否就等同于找到了幸福呢？让我们看一看直男兄弟是怎么说的。中国式的婚姻最恶毒的发明就是把男人当成这种永动机来使唤啊！你既要赚钱养家，但你又没有资格管这个钱，你要承担所有的这个责任，但你不配使用任何好的权利、任何保障。你要满足所有人的期待，但是却没有人在意你的感受，这叫婚姻吗？这不叫，这叫现代的奴隶制。所以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男人发现，单身的时候即使月薪7、8千，活得像个皇帝一样；结婚之后月薪3万，过得像个乞丐。这笔账怎么算都是学不会，于是他们选择躺平，选择不婚，选择把钱花在自己身上。这不是自私，兄弟，这是最基本的自我保护。父权社会对于男性的第2个 PUA 是什么？婚姻即荣誉，婚姻是一种经济的绑架。娶到了老婆，尤其是娶到了好老婆，等于一种成功；如果没有娶到，等于一种失败，且这种失败还隐藏着另外一种羞辱，等同于家族的失败。就是不但你失败，你的父母都是没有本事的人，不然为什么不给儿子讨一个好老婆呢？基于这种 PUA， 婚姻就不再是一种情感的结合，而是一个行走在社会上实力的通行证。而如果你想获得这个通行证，你首先要付出什么？付出代价。比较显性的代价就是房子、车子、彩礼。于是乎，很多深受这种思想 PUA 的立功阶级兄弟们就被迫去完成一个自己根本负荷不了的人生拼盘。他们错误地认为自己身为一个平凡的男性，只要对异性许下了山盟海誓的经济承诺，就可以获得永恒的情感安全。而稍有情感经历的人都非常清楚，在两性关系之中，投入越多的那个人，他越没有安全感。一毛不拔的人，那才叫真正的有恃无恐呢。父权思想给男性的第3个 PUA 是什么？叫做责任感。责任感里面包括了一个非常可笑的词，叫做家庭责任感。责任感，我把它信雅达的翻译过来，可以理解为枷锁吗？那么家庭责任感是否就等同于众多家庭成员所有的欲望全部要绑定在一个人身上，于是他要承载一个更大更繁重的枷锁？听到这儿，可能很多人心里不舒服了，想跟我说，叔，男性虽然承担了一定的家庭责任，但是男性本身在家里没有一定的特权呀。啥特权？来，所有生活在2025年的中产阶级以下的普罗大众，你们给我科普一下，直男朋友们，你们到底在家里面享受了什么特权？父权阶级能够给一个男性所赋予的特殊权利，只产生在统治阶级所掌握财富和权力的人手中，根本不可能发生在平民身上。你作为一个普通家庭、普通收入的普通直男，你在婚姻之中和牲口有什么区别吗？唯一的区别就是牲口干完活就可以窝在窝棚里面吃草了，而你不可以。你干完活之后还要承受所有人对你的精神折磨和鞭挞考验。从来没享受过特权，却要肩负起一个真正男人应有的家庭责任。当你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的时候，想打开手机娱乐娱乐、放松放松，3不5时各种平台就会给你推荐各种各样对于直男十分不友好的女权暴论，而你不敢反驳，你没有宣泄的机会，无论在互联网上还是在家庭生活之中。
因为只要你有一丁点的反驳，就会有100张嘴、1000张嘴上来怼你，告诉你，你这种思想都是父权社会的余毒。而真相是什么？真相是极其可悲的，就是父权思想到了2025年，已经开始在社会中发生了严重的反噬，反噬到了一种扭曲的程度，它让明明最弱的人去扮演最强的角色。所以，作为一个既没有婚姻，也不可能当父亲，更不喜欢女人的大湾男，我以一个旁观者的姿态给立功理论思维点赞。我认为这位博主所提出的这种理论思维完全不是什么网络暴论，而是他拿出了一块照见社会的镜子。也许有很多人还一时之间不能接受，但不得不承认他的理论确实道出了一个社会真相，那就是父权思想不只迫害女性，也破坏男性。父权思想不是某一个性别的失败，而是人类整体情感的大失败。连他自己都没有搞清楚，我到底获得了什么好处，我到底要什么，他就进了，他就生了孩子，费了老大劲儿，结婚后傻眼。你看一看你身边那些已婚男性，那个曾经意气风发、叼着烟尿尿的少年，现在每天下班家都不敢回，要在歌里面抽半小时烟。那个曾经最爱潮牌的朋友，现在连买一双那个新鞋啊，买一双那个耐克都要看老婆脸色。那个曾经梦想周游全世界去列宾美院的那个朋友，现在连周末和哥们儿吃个饭都要提前3天给老婆打个小报告。这就是你们向往结婚生活吗？这位博主在某一方面的观察我是非常称赞的，就是在一个女权觉醒的时代，男性群体依旧精神滞后，所以导致了自身的必然困惑。首先，我要阐述一个可能极有争议会被喷的观点。我认为中国社会女性的地位是非常高的，虽然你也能够偶尔在社会新闻里面找到类似于铁链女这样对女性不公的社会事件，但是这并不是中国女性普遍性需要面对的社会顽疾。对比这个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不能说在世界上算是1等1的，但是至少是中上等的。不信你去类比一下我们的好邻居日本、韩国、东南亚，你去看一看女性地位是否中国最高。而且可喜可贺的是，近20年中国的女权运动通过互联网这种形式迅速的传播，使得很多女性走上了女性觉醒的这个光荣大道。中国的女性觉醒运动主要分为2个时代，第一个时代我称之为早期时代，2010年到2018年，也就是说 MeToo 运动的这个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国女性意识的崛起主要的精神诉求是什么？是需要公平，反对家庭暴力，反对性别歧视，反对职场霸凌，向所有自己受到的不公平和歧视的眼光 say no， 大声的喊出来。第2个阶段我称之为后互联网阶段，也就是从2018年到此刻这个历史阶段，整个中国女性的意识崛起又更上一层楼。她们不再拘泥仅仅是控诉在社会中两性关系之中发生的那种矛盾和摩擦，而是上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强调女性的个体主权。女性开始纷纷意识到，人生最重要的价值叫做自我的情绪价值，且在这种情绪价值的蔓延之中，中国的女性渐渐找到了2个合法性：自由的合法性，快乐的合法性，无人有权利干涉。所以所有大陆地区的女性同胞，你们一定要足够的自信，你们要相信你们的力量有多么的强大。中国的女性运动也许起步是晚的，但发展速度就和中国的经济一样，弯道超车。这种改变，你站在一个小小的单点时间来看的话，它也许是润物细无声的。但是我们回望一个多少年，我们做一个小小的历史总结和回顾的时候，我们应该为自己的脚步而感到自信和骄傲。不信，你现在打开对岸台湾的电视台和台湾的综艺节目，你看看他们在聊什么。一群女人穿得跟20年前的康熙来了没有任何区别，坐在那儿聒噪的叽叽喳喳的秀包包。你有几个爱马仕？你有几个香奈儿？中间有一个通告艺人，一脸荣光的对着所有人说，我新的男朋友是一个企业小开，然后所有人对他鼓掌欢呼，投出羡慕的眼光。一群欧巴桑坐在那儿聊两性问题，没有任何人可以从哲学本质去探讨去揭露，
还在那儿讨论她的老公是律师，她的老公叫科技新贵，我的老公是医生，所以我叫医生娘。丢不丢人呐？什么年代了，还用这种角度去讨论两性问题？你看看大陆的女人都在讨论什么？还有没有用这么土的视角去讨论自己的未来和情感关系？即便有，她也不敢摆在台面上说，因为她知道很丢人，她怕被人耻笑。于是乎，越来越多的女性敢站在互联网平台上表达我的人生不以结婚为前提，不以家庭为幸福的衡量标准。甚至有非常多年轻漂亮的女性博主就站在那里告诉所有她的听众，男人今天能给姐姐我提供的价值叫做内分泌调节，所以我不需要你赚钱，我不需要你有责任感，我只需要你身强体壮，能把姐姐服务好。这样赤裸的台词所折射出来的逻辑改变是什么？是中国的女性从传统价值观的我们要取悦公婆、取悦家庭、取悦子女、取悦老公，现在变成了我们只需要取悦一个人，就是我自己。至于说外界怎么评价我无所谓，但是当越来越多的女性都不再去在乎社会和外界的评价的时候，是否女权运动就又完成了它某一个历史阶段的重任呢？与此同时，我们来反观中国大陆地区的男性，尤其是年轻男性，尤其是家庭不富裕的普通男性，他们的思想有没有像女性一样与时俱进？完全没有，反而很多人还停留在旧的父权思想里面，走不出来。你知不知道现在有个概念很火，叫做龟男？不知道，就是那种喜欢讨好女人的人。如果他没钱的呢，他会去跪舔女人，去以情绪的方式去贿赂你；如果他有钱的话，是他把钱砸给女人，希望女人去爱他。这种人在我们这边非常常见。有一句话说的很经典，就是穷养儿，富养女，养出龟男小仙女。为什么只有我们这个地方捞女最多的核心，是因为我们这个地方龟男太多。龟男太多的核心原因是因为基层的男性他的认知真的有问题，他认为女的不喜欢自己的核心原因在于自己没有打钱，在于自己不够有钱，所以他们就拼命的去提高钱，自己身上也不捯饬的很好，也不爱自己。他们对于异性的理解还停留在我要找一个温柔的好妻子，我想获得好妻子的手段就是我要多赚钱，然后把存折和银行卡都给他保管。他们面对当下社会的现状，眼神是迷茫的，精神是错乱的。为什么？因为当下中国女性早就不按照这个剧本再继续演出下去了，是立功兄弟们卡死在了旧世界，自己走不出来。他们是一群被社会抛弃了的传统男人，他们不坏，甚至他们非常的善良，但是他们是落后者，落后者必被淘汰。这也就是立功梭哈理论思维的悲剧性。大多数的立功阶层男性还在一个早已经不复存在的契约里面无谓的自我牺牲。在这里我想给大家提出一个问题，当两性之间思想水平、思维逻辑能力已经开始出现了巨大的悬殊的时候，会折射出怎样一个社会现象呢？就是话语权的不对称。因为话语权永远掌握在思想更先进的人手里，对不对？在当下中国互联网的语境里面，直男已经不再是一个性取向的描述方式，而是一种政治正确的被嘲笑的标签。不懂浪漫，没有品味，油腻。无论你是对原生家庭不满，还是对婚姻家庭不满，或者是对职场学校不满，总之你一定能找出几个让人讨厌的直男作为你宣泄的靶子，对不对？那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啊？为什么所有人的怨气全部冲着直男来发泄？他为啥不敢找 gay 发泄去呢？他为什么不敢去抱怨他的母亲，或者是单位里面更加讨人厌的女领导呢？他们为什么只敢抱怨汉族的油腻直男，而不敢抱怨维吾尔族、藏族那些更油腻的少数民族直男呢？因为大家心里面非常清楚，我骂谁是不需要付出代价的。来，你们回答我一下，到底社会大众骂谁不需要付出代价？
你骂中南海需不需要付出代价？你必死无疑。你骂华为、骂小米，你骂所有的资本家，你需不需要付出代价？律师信告诉你，你只有骂弱势群体，才不会付出代价。那么在当今中国社会，谁是弱势群体呢？就是立功们，那些没有显赫背景、没有显赫学历、兜里也没有钱的普通劳动阶级们。在生活中，你可以因为他们给你送外卖晚了3分钟，给他一个差评，让他领不到工资，你修理他。在互联网上，你可以把这类人共同扣一个大帽子，叫做直男癌。你放心，你扣100顶，没人管得了你，只会有人给你点赞。人类渴望公平吗？人类在嘴上每天都渴望公平，但是人类在实际的行动之中从来就不渴望公平，甚至惧怕公平。因为一旦公平，就丧失了所有人的特权。当所有人都不能高高在上的时候，一视平等的时候，那平等就变成了一种新的痛苦，而没有人需要痛苦。人类的快乐就是建立在凌驾于他人之上才获得的。而这个时代立功阶级的困境，就是人人都可以对他们口诛笔伐的践踏。所以我认为最应该觉醒的、最应该爆发的、最应该在头脑里面闹一场革命的阶级，就是这群曾经的工人阶级。近些年呢，社会上频发捞女所酿成的大新闻，翟欣欣啊、山西大同啊等等等等，很多人在压抑中爆发，去批评这些女人为捞女。啥叫捞女呢？捞女和卖淫女到底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有的。卖淫女呢，它的学名叫做娼妓。捞女这个职业的科学解释应该称之为暗娼。那曾经也有很多人问我，夏荷，你反对捞女吗？捞女在生活中也给很多家庭制造了各种各样的悲剧，你不痛恨这个群体吗？我再一次重申我的观点，我不痛恨。捞女如果采取的捞钱方式是法律诈骗，我认为应该由宪法来处置他们，你应该去找法院。如果捞女所采用的捞钱方式并不涉及法律层面，仅仅涉及情感层面，那么你应该从自身去找问题。因为捞女群体的产生，它是由社会的供需关系所造成的。你能毁灭供需关系吗？如果你不能毁灭供需关系，那我就告诉你，你也不可能清除捞女，你只能自我建立起防范意识。问问你自己，捞女是怎么找上你的？她咋不找我呢？哎，我看起来比你好捞吧？为啥没有一个捞女来捞我呢？因为我和捞女之间没有供需关系，懂了吧？所有广大劳动阶级的男性们，你们可能平时太忙了，疲于奔命，疲于养家，疲于生计，你们很少在精神层面自我提升。知识储备的不足，阻碍了你看见真相的速度。而真相是什么？真相是人类所有的关系全部统称为交易。交易从来都不是一个贬义词，交易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理法则。我们睁开眼睛就可以见到的烽火雷电光，这叫什么？这叫能量交换。我们这个地球上，无论猪马牛羊，还是我们这些高级动物人，之所以能够繁衍生息，依赖的是什么？是基因交换。在社会世界上，我们想谋生，我们想赚钱，我们想发财，依赖的是什么？叫资源交换。那么以这些物理世界为前提，再去内观我们的精神需要，我们所有的七情六欲，它全部要依赖于情感交易。所以我不止一次地告诉过大家，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统称为交易。这绝对不是一种悲观，这只是一种去浪漫化的清醒论。朋友之间，我们为什么要交流？我为什么要做朋友？是因为你的思想和我的思想能够交融并且互补。那么在我需要表达的时候，我要找到我暂时的那个朋友。你认为这种友谊洁白无瑕，但它恰恰就是一种精神交易。如果对方不能满足于你的精神诉求，那就叫做什么？话不投机半句多。
你不会跟他浪费时间的。你愿意浪费时间，就代表你在他身上有所求。亲情关系表面上来看，在传统的道德价值观之中，父母对孩子是无所求的，是单向付出的，这总不应该是交易关系了吧？但是我告诉你，从一开始他就是。如果你的父母只是爱小孩，他为什么要沉迷自己独特的 DNA 呢？因为 DNA 的关系一旦建立，这个关系就不容改变，不容改变的关系比较方便于单向操控。你含辛茹苦、口挪肚散，把所有的钱都给孩子吃了、穿了、花了、教育了，你不期待结果吗？你不渴望你所有的投资能够换来一个等价甚至超值的回报吗？如果你不渴望的话，那孩子考了一个极其差的成绩，你为什么还会愤怒，还会失望呢？你应该鼓掌啊，告诉他考0分、考100分是一样的，读名校和当文盲没有区别。你为什么没这么做呢？因为你有渴望，你有渴望就代表了你们彼此之间是存在交易关系的。你希望通过你毕生的孕育和打造来完成一个你满意的作品，它不但高于你，而且要超越你。而在诸多的人类情感关系交易里面，最显象的一种交易就叫爱情交易。这种交易是那种不需要多少文化，也不需要多高智力，一眼就能看穿的交易，它非常的浅表，然后社会道德和传统思维还非得把这种如此粗鄙的交易给包装成非交易，这不是自欺欺人吗？你没有交易关系，你们俩都不会认识。茫茫人海，你是看见谁都起兴吗？你不是，你是有选择的。是什么迫使了你一开始最初的选择呢？是物理的性欲。你看见了符合你性欲审美的人体，于是乎你企图主动接近、主动认识，甚至主动占有。不要再用什么人品呐、心善呐这种虚无缥缈的大词儿来自我欺骗了。你在他的身上看不见性欲，你是怎么看见人品的？人品是五官吗？人品是见几面就能看出来的吗？两个人相互吸引之间最初的那个动力，它就是性欲。性欲和食欲一样，与生俱来，无师自通，它就摆在这儿。很多人跟我狡辩说啊，那不对呀，我找的那个伴侣他也不是我喜欢的菜，一开始我都没有看上他。废话，你喜欢的菜看不上你呀，那不是没对流吗？你喜欢的所有偶像明星跟你全都不能眼神对流，于是乎你一层一层的往下降标准，降到了你老公，就你俩对流了，这不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吗？反正你老公也是同理呀，所有的明星名模都可以让他啪啪啪，他操你呀，不也是因为那些美女跟他不对流吗？那对流是什么？对流不就是性欲吗？这有什么可遮掩的呢？那么性欲这个东西又强烈的依赖于视觉体验，而视觉体验是谁给的？是父母给的，那叫本钱。人家长两个大胸，这叫本钱。人家一个大屌20厘米长，这叫本钱。这个本钱不是通过后天心灵能够修炼出来的，是父母给的。你想要人家的本钱，你也得拿出相应的本钱跟人家兑换，这就是交易。至于说爱情度过了第一个阶段，性阶段的时候，走入了生存阶段，婚姻、家庭、学历、父母、孩子教育，那更是赤裸裸的交换了。如果你有勇气承认人间的一切关系都是交易，你会变得更加的自由。从此以后，你会做任何事情都明白自己在付出什么，渴望索取什么。然后你就废除了那个无谓的羞耻心，把所有交易的诉求和能提供的交易条件，咱都摆在台面上，一次性说清楚。话都说清楚了，咱们是否也把渣男和捞女也基本上就过滤掉了？过滤掉渣男和捞女之后，你是否相对的就不再因别人的回报而感到痛苦了？你过去之所以被骗在感情中，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你不说清楚。可是你不说清楚吧，心里的预估值还贼老高的，别人完成不了的时候，于是乎你的落差感就来了。比如你口挪肚攒给对方买了台车，你认为大家至少可以啪啪啪10年过日子，没想到啊，2礼拜之后人家跟你提出来分手，车也不还给你了，然后你大骂呀，捞女捞女捞女，有用吗？天天寻求社会上对你的道德怜悯，你需要吗？其实你不需要。
你真正需要的是突破自己的精神枷锁。万事万物开始之前，咱们先把交易二字给摆在台面上，告诉他，咱们就是一场交易。如果走完一辈子叫长期交易，如果只打1个礼拜的炮，这叫短期交易。而交易的必要性，必须要让自己和对方知道。为什么交易？因为交易是一种伟大的生存哲学。我们真爱彼此，所以我们彼此交易。交易的魅力就在于，当我们有任何一方受损或者是无力承受这样的生活时，可以随时终止交易，而不是终生绑定。这个时候，我们再反观立功群体，立功群体是否在社会的交易之中都处于极端的弱势？他们弱势的核心所在是什么？我刚刚说了，性欲和食欲是无师自通、与生俱来的东西，他们是有性欲的。而性资源是一个社会的稀缺资源，这种资源往往不掌握在劳动阶级手里。劳动阶级想获得优质的性资源是非常非常困难的，需要付出极高的成本和代价。但凡有过一些社会经验的成熟族群，你们都不难发现，那些高学历的金领、西装笔挺、一表人才，那些所谓企业家和权贵的儿女们，他们想获得优质性资源，所花的代价要比劳动阶级小得多得多，他们反而省钱。他们不需要给对方买房买车送什么彩礼，他们只需要道貌岸然地站在那里吹吹牛逼，用2张嘴皮子就可以把别人的身体骗走。事后他还不怕你说出去，你说出去好了，你败坏他的名声好了，我告诉你，投怀送抱的人只会越来越多，你说出去他的风流韵事等于替他宣传了。反而是那种勤劳、质朴、踏实、肯干的社会中产阶级以下的劳动直男们，一辈子没几个性资源，好不容易老大不小交了个女朋友之后，又开始谈婚论嫁，他们是最容易被别人欺骗的。为什么？因为他自我欺骗呀。他们欺骗自己说，获得性资源最合法的手段就是通过婚姻。而对于平凡家庭的子弟来说，完成一场漂亮的婚姻，就是要赌上自己家庭全部的财产，这就叫做梭哈。那梭哈了之后，他自然会有一个一生无限的期待。我为你梭哈了，他也希望异性为他梭哈。怎么梭哈呀？好好过日子，温柔贤惠。那迂腐的男权社会思想告诉他们，教育他们，奴化他们，只有这一种渠道。他不知道，人家可能大厂 CEO 一个眉目传情眼神就能办到和得到的事情，他要付出他全家老老小小10年的劳动代价。可悲的是，往往是这个阶层的男性还是最需要婚姻、最迷信婚姻的。所以内网的那位博主大声疾呼男性不要再走进婚姻，这就是对于所有底层男性的一种救赎的呐喊。因为现在在2025年经济下行期，我告诉你，什么最值钱？不是女人的繁殖价值，也不是手里的房子，房子在降价，女人的繁殖价值也在降价和贬值。最值钱的是现金。就这个时代，值得投资的就几个东西：投资自己的形象，买好的衣服；投资自己的身材，去健身，去丰富自己的大脑。除了这些，都不要给人花，少消费，多投资，多投资那些能够明显看得到回报的事物，少搞那些白给的事儿。在这个时代，你有这个现金你就赢，你不把钱通过彩礼跟房子的形式给女人，你就赢了，你就赢麻了。这种生活哲学的开智，对于穷人的帮助远远高于什么安卓手机、苹果手机这种暴论。那可能很多人要问了，你说那些富二代、大厂的金领，他们都有钱呀，他们有钱有身份，自然可以随时随地的获得优质的性资源。我们这些农村兄弟、立功们没有钱呀，没有钱，他们靠什么去获得性满足呢？这就涉及了一个更敏感的议题，就是我先前在其他的节目里面也表达过的，人类如果走向文明，必经的一个坎儿，就是性交易合法化。因为只要有人类存在，性交易就不可避免，而不可避免的交易，我们尽可能的去合法化它，让它公开、公正、透明，有售后服务，有安全意识保障。
而不是表面为了道德一顿疯狂的打压，却把他们全部拱到了地下市场去黑箱操作，那自然就会引发很多悲剧和诈骗呀。也许我的这个构想在中国这个土地上短时间它不能实现，但是我敲打一下各位，在中国这个土地上，它曾经好几个朝代都实现过，而且发展的还不错。那么这就佐证了一个事实，这个制度它不是不能回来，而是怎么回来，怎么结合当下的社会科学化的管理，让它更健康、更卫生、更文明的回归到这个土地上，去打击黑市交易。那么当性交易合法化了之后，它能够带来几个好处呢？至少2个。第一，让人们去性羞耻心。性不是一个肮脏龌龊的事情，性像吃饭喝水一样，是每个人生活都必须需要的东西。第2点，当一个产品合法化了之后，市场就自然会孕育出很多良性的竞争。有了竞争之后，就会针对不同层次的人、不同的需要推出不同的产品。买家和卖家都在法律的框架之内来完成进行。立功兄弟们也有他们的价位选择区间，就像买衣服，就像买汽车一样，什么档次的都有。不变的是，每一种档次的产品交易都要符合国家法律法规以及售后服务条款。如果有了这样的制度，立功兄弟们不需要再因为自己的性饥渴而去堵住什么婚姻，他们会逐渐的明白，这是人生并不相交的2件事情。他们将有更多的时间和更多的积蓄花到自己的身上，投资自己，像当下的中国广大女性同胞一样。这个现象在我们的邻国韩国，人家已经完成了很多年了。你看看韩国男女谈恋爱哪有花钱的，很多人都已经快走入婚姻了，谈了4、5年，吃饭还 AA 制呢。那么韩国的男性把赚来的薪水投资在什么地方？你去看一看，无论直男还是弯男，从学生时代，皮肤科、皮肤管理那是必须的，每个人手里都有一个美容院的皮肤管理卡。所有的韩国年轻男性最大的业余爱好就是周末去逛街买衣服，买的档次也许有高有低，但是搭配的品味及体的全部在线。还有一点，韩国男生基本上可以做到了全民人人健身。尽管很多韩国男生的五官长得不是很精彩，但是由于全民集体健身，使得他们整体看起来非常的帅气。那么有了帅气的外表和迷人的班的以后，他再去获得性资源，他还需不需要彩礼、买房子、买汽车这么昂贵的代价呢？他不需要，因为他的性吸引力已经大幅度的提升了，他靠自身的性魅力就可以换来对等的性资源。当性和爱在人的心里被科学化的分离之后，结婚、家庭，它只是一小部分想清楚人之后最终的选择路径，而不是社会道德必须强迫你完成的必经之路。最后，我想告诉所有有缘观看本频道的红男绿女们，两性关系在这个世界正在迎来一场新的秩序，这个秩序就是要从过去的父权思想走向共存社会。真正的平等不是男人让步女人，也不是女人让步男人，真正的平等是男女都从父权思想所构建出的幻觉中彻底的走出来。